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说北道对话环节。我们今天呢邀请了我的搭档 K 小姐过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个最近比较火的电影叫《芭比》。然后呢，芭比电影出后呢，它带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吧，就是一个 AI 的 APP 出现了。然后这个 AI 的 APP 呢，它可以迅速的把你的照片呢，真人的照片呢，帮你用 AI 去生成一个类似像芭比一样的图像出来。然后我们今天请 K 小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APP 带来的影响。K 小姐在吗？哎，Hello，大家好，我是大熟悉的 K 小姐，我又来了。那 K 小姐，你对这个芭比电影带来的这个 AI APP 是怎么样的看法呢？首先就最近这部电影都很火嘛，基本嗯。上我身边的女性朋友的话，10个可能有8个都已经去看了这部电影，但是呢，就反倒是男生会比较少人看，所以的话，大家也宣称说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爽剧嘛，就看完可能让女性会更爽的。但是呢，在这个芭比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呢，很多女生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会穿上芭比类似的服装去看，就等于说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仪式感啊。但是嗯。呢，基于现实的话，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花比较多的钱去进行一个芭比的一个装扮嘛。比如说你又要买衣服，又要买鞋子，然后还要可能你的妆容啊各方面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所以的话呢，最近我的朋友圈呢就发生了一个刷屏的一个现象，就大家都在转发一个叫45AI 的一个小程序，它所生成的一些可以根据真人的一个上传的一个图片跟芭比的一个公仔合成的一个芭比 AI 写真啊，这样子的一个9宫格啊，我朋友圈最近全部都是各类各样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女生的芭比啊，我个人像的其实就还蛮像真人的。那所以说它的整体效果是非常好嘛，是不是？呃，因为是这样子的，它最先火起来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45AI 嘛，但嗯。后来的其实呢，随着它火爆了之后，就越来越多其他的一些可能一些很杂或者是一些突然间兴起的一些小程序，其实也在跟风的做。那其实我都试过，就等于说现在目前流行的几个 APP 关于这个芭比的一个 AI 生成的，我都有去尝试，然后嗯。都花了钱。但我觉得呢，45AI 这一个 APP 它的一个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它怎么说效果是最逼真呢？就是它起码能看得出是你本人的五官跟你的轮廓，就它起码有一个大体的你的一个样子在，而且的话呢，就45AI 呢，它对于芭比的一个还原度也是最高的，就比如说蓝色的大眼睛，还有就是波浪的卷发，还有就是很立体的一个鼻子啊，还有就是嗯。嘴巴，还有就是颧骨啊，就等于说不管是你真人的一个匹配程度，还是它对芭比这个公仔的一个还原程度，它都是目前这么多小程序 APP 当中做的效果最好的。但其他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失真啊，就甚至我们很多女生朋友都开玩笑说，哦，生成出来的芭比 AI 都很漂亮，各有各的漂亮，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跟我相关的，就等于说都很美，但是都不像本人啊。哦哦哦，那它具体的用户他是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东西呢？我听说是只要自己拍几张照片上去就可以生成了嘛，是不是？嗯，对，就首先你要进入那个小程序，然后的话就要上传，基本上是8到15张啊，当然你上传的越多，它可能就越精准啦，因为它对于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五官的一个监测嘛。然后呢，就5到18张这样子的一个照片上传上去之后，然后呢，它就会根据你上传的照片去进行一个它规定的一个模板，比如说芭比模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流行的一个模板的一个嗯。对应的图片的生成。但是呢，它一开始其实是免费的，你知道吗？就等于哦。说我去使用的这个 APP，我把我的可能微信的一个登录的数据跟它进行一个捆绑之后，我就可以免费生成一个写真，并且我生成完写真之后，
我还可以有3个邀请码，然后这3个邀请码我就可以送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继续用，反正就是可以再免费生成3套不一样其他模板的写真。所以的话，它刚开始的玩法是这样子的，到后来呢，就是可能做这些小程序的人可能也没有预测到竟然这么的火爆，因为像45 AI 它是在7月21号芭比电影上线之后的到了25号，就仅仅短短的3天之内，然后它整一个 APP 都已经崩了，就等于说像我们后续去玩的人，我们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基本上是完全操作不了，或者是你可能要重新刷新很多很多遍，你才能进入到那个页面。然后听说它后台已经有十几万的十几万用户的图片已经在排队生成了，就他告诉你，你前面还有10万或者是有8万人正在排队生成他们的芭比 AI，所以的话这一个小程序就很火爆嘛，所以后来呢，就这些小程序呢就推出了一个叫9块9的快速通道版本，直接点来说是只要给9块9，它就可以在15到30分钟之内给你快速生成。但是那些免费的就可能起码要等2天或者是3天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就这样子的操作，只是从一开始的免费模式到了可能过去1-2天都不到，然后整一个小程序就已经快速转变成了一个付费模式来进行一个变现了。它好像应该不算是变现吧，它应该是必须要交这个费用，因为它背后的算法是越来越贵，因为你越来越多人用嘛，所以说它导致了它后台的那个 AI 需要的那个算力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没有那个钱的话，它买不了那个算法那个算力，因为在国外也是有相应的东西，就是之前那个 Midjourney 很出名的那个就是 AI 画画的那个 APP 嘛。其实他们一开始也是免费的，但是呢，越来越多人用之后呢，也是慢慢开始变收费。你要在那个 APP 上买它的那个 AI 的那个 token，买那个币，然后才可以继续玩下去。就算是现在最大的那个微软，就是Microsoft 的，它不是跟那个 OpenAI 并购了嘛，就是 ChatGPT 也是 Microsoft 的嘛。然后那个 ChatGPT 背后也有一个是画画的一个模型，然后那个模型也是一样是要给钱的，它可能是先给你好像从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 Bing Search 那里做一个开口嘛，就你在那里进入的时候呢，你进入要用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 ID 去 login，然后呢，它可能前期就给你100颗那个 token。然后你那个100颗 token 用完之后呢，你就要付费去买更加多的 token，是大概意思也是先免费让你试试效果，然后你习惯了想继续用下去呢，就要慢慢收费，因为背后的算力是非常昂贵的，对他们那些AI 公司来说。但是它这个不是只要付一次就好吗？就我本身以为它可能只需要付一次这种算法的一个开发研发的费用，然后再加聘请相关的人员就 OK 了。但是像你所说，就我听你所说的话，它其实意思就是它可能每算一次都要去收费这样的对意思吗？对，它每生成一张都是那个 AI 重新画一次的，所以说它也嗯嗯。是也是算一个算力。虽然对用户来看，第二张跟第一张可能就改了一小小，但是它那个一小小的改动对 AI 来说也是重新画了一遍的。嗯，那如果像国内现在收9块9一个人的话，你觉得它盈利空间大概是多少呢？我觉得应该不可能盈利，因为背后的算法好贵啊，现在。因为现在大嗯家都追捧这个东西嘛，所以第一那个硬件的条件，就是说你要怎么去买到这个 AI 的那个芯片，去做到背后的实际的算力。就我不知道它这个国内的这个 APP 是怎么去做的，它有可能只是用了其他人的那个 AI 的那个server 再去做算力，自己没有自己的 AI server，所以说它也可能是租人家的那个 server 去做吧，有可能，因为现在在国内可能大部分人基本上就买不到这种最新出的最高端的那种 AI 芯片了，因为这个美国禁令的嘛。嗯，明白。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可能它不一定能盈利了，因为我本身以为它
每个人收9块9，然后他已经有20-30万的一个用户愿意付费，那好像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它的流水已经高达了200-300万这样子的一个级别。但如果像你刚刚补充这样子说的话，那有可能其实他这200-300万根本可能都不会到手，就可能他只是这样子赚回来，可能他又要花在本身的一个硬支出上面去花掉了。对，应该是这样的。嗯。但是呢，就除了它这个 APP 之外呢，就是因为这个芭比的热潮呢，的确是带动了很多很多这种所谓的 AI 的画像的这种APP 出来，然后也很火热。然后最近呢，我听说很多不同的声音，就国内就说这个现在这新一波的 AI 热潮或者这种 AI 写真的热潮，会直接影响到很多这个原本做实体的照相馆啊，一种或者以前不是很流行，他们做这种 cosplay 啊或者什么的，都会去拍那种照片啊去玩嘛。所以说很多以前做网红的专做这种 cosplay 路线的会去拍照啊什么的，然后现在都不用了，在家里自己搞一个拍多几张片，然后叫 AI 帮他生成不同的 cosplay 也可以，比方说。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新的冲击吧，对他们的行业来说。对，因为其实像比如说我在广州嘛，那广州其实早些年的话就有2家照相馆就是突然火起来了，然后一家叫天真蓝，一家叫海马体。那这2家其实说白了，他们的业务很简单，就是帮你拍那种证件照，就比如说像你的那种身份证，或者是像你那种就是求职的那种照片啊，当然也有刚刚 Max 提到的那种就是主题类的写真，比如说 cosplay 啊，或者是那种古装的装扮啊等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那种证件照跟那种职业求职照为主。但是呢，这2种实体店为什么在前几年会这么的受到消费者以及资本的追捧呢？主要就他会帮你就是拍的很漂亮，因为大家都说就是大家的证件照都是丑的千篇一律嘛，还有就是像那种求职照都是非常难看的。但是呢，他们就抓住了这种就是女性的这种对美的那种追求吧，以及就是放大了这种美对于他们的那种，比如说求职啊，就是在工作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呢，从而就是本来可能我们去那种普普通通的照相馆，只需要20-30块钱就能拍到的那种求职的一个小1寸或者是大1寸的照片，那变成了这2家店拍出来了就要收199或者是299这样子的价格。但是呢，它里面呢就是会帮你一条龙全包了，比如说当你去到，他会帮你化妆，化完妆帮你配衣服，配完衣服叫你摆怎样的 pose 会更好看，然后呢，而且还要符合那个证件照，比如说像身份证或者是求职照的一个规格要求，然后同时呢还会帮你进行一个精修啊，就既修得能满足那种要求的一个门槛，同时也让你觉得是漂亮的，然后呢再生成电子版跟纸质版的给到你，就这一整套的流程就让它足以收比正常的照相馆基本上是6倍到7倍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的话，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很追捧，就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他虽然很贵，但是他也愿意去投入，因为他会觉得哦，我可能一年就拍那么一次，就不算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嘛，所以就算是贵一点，那也没有问题。但是这2者的话，其实当时在资本圈的话，它整一个噱头就搞得很大的。那现在这种 AI 写真出来之后，当然除了那种身份证以外啦，因为那种的话国家要求会比较严格，但是像那种求职照片也好，或者是主题类的写真也好，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 cosplay 啊、古装啊等等，那其实现在 AI 就完完全全能实现了，而且还省去你的那种时间，省去你化妆的那种成本，还有就是你所花费的钱可能只需要9块9，或者是未来可能更加便宜2块9、3块9就 OK 了。那相比之下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这种网红的照相馆去拍这种写真呢？因为本身 AI 生成价格又更低，而且出来的效果好像也差不多啊。而且现在很多 AI 呢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更像我，就等于说你已经生成了一套照片，但假如你这些照片跟你本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话，
它有一个 button 可以给你选，就是你一摁那个，它就会帮你更还原、更像你五官的一个版本啊。但是你这个版本只需要给多两毛钱啊，就等于说2毛钱这么低的成本就能生成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对这种网红照相馆的挑战还蛮大的。就等于说 AI 假如未来越来越普及的话，那这种照相馆其实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对啊，的确是的，我觉得要看他们自己怎么处理吧。就比方说，好像说你说的，如果那些招商馆或者他一直是做到一种品牌效应的话，然后大家都嗯很相信他的那个品牌的话，那其实他自己可以自己出一个这种所谓的 AI 的photo app 自己去做。嗯嗯因为其实说白了，做这种什么 AI photo 的，或者这种 AI 这就是其实一个 filter 一样的 photo filter 一样的东西嘛。其实那个门槛值不高，很多人都可以做。如果他本来的这个照相馆这个品牌有很硬的，有很多用户的话，他其实可以直接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 APP，然后帮自己的已有的用户去升级，直接做线上。然后可能嗯就帮他们做一些实体的，把这个照片印刷出来，变成一张非常大的照片或者什么的，去留念或者什么的，或者做一些周边产品吧，也是有可能这样去做转型的。嗯嗯。而且就现在，这种 AI 写真虽然还不是说很普及嘛，就因为各种问题吧，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成本，或者是一些算法的一些芯片这种硬条件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假如 AI 这种东西一旦真的普及，并且把整一个成本降下来之后，我会觉得还蛮可怕的。因为你像看我们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啊，或者是拍什么婚纱照啊等等，其实你就好像觉得都没有必要去到当地去真正实体拍了，就好像 AI 已经能帮你实现你的所有，满足你所有社交的需求，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发嗯朋友圈去哪里玩，然后你拍婚纱照要很漂亮，然后你经常的要去哪里探店啊，哪里去旅游啊，然后拍好看的照片发朋友圈，就为了别人的点赞跟赞美啊。那是这种东西，好像 AI 都已经能帮你实现了，未来可能还能帮你实现视频版本的 AI，就好像你本人去到了，比如说去到了欧洲或者去到了美国这样子吧。那我觉得就是未来好像这种所谓的满足大家精神上面的一个需求的这种成本，获取成本好像越来越低了。嗯，的确是的，就是现在国外其实已经有很多这种类似的 AI 出现了，就是你就其实只要你写一些文字，就从文字它可以生成图像，是关键然后词。或者直接用文字生成一个动画，其实都可以嗯嗯做得到，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善到它的那个精准度啊，跟那个画像的呈现出来的有这么就100%、100吧，然后背后的那个算力的那个要求也还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还不是去到就是普罗大众都可以马上用得到，但是这方面的趋势呢是已经在发生，然后还发生的速度或者这改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国外是嗯我一直都有留意他们这种东西的发展，但是现在来说呢可能我觉得再多过半年吧，再过半年应该大家可以看到啊、比较像样的这样的 APP 会出现。嗯嗯，对。但是它这种有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声音嘛，就社会上就是说，这种 APP 或者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类新的 AI 技术，就是都需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本人的照片发上去啊，或者我们的一些资料放到一个AI 上面，让它去用它的算法去做一种重新的改变吧，或者重组，或者重新做一个新的图像出来，这样可嗯嗯可能会导致到很多人害怕，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私隐啊，跟自己的那个一些
可能不知道的东西都发上去了，让 AI 给控制住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觉得害怕的一个元素吧，对于这种 AI 的发展。嗯嗯，因为像最近，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芭比 AI 嘛，它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小程序叫妙压相机这个小程序，其实最近也是做类似的这种芭比 AI 啊、AI 写真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呢，它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呢，用户就投诉他说它里面有个叫霸王条款的东西，也就是所有用户在他这边要生成芭比 AI，必须呢就要勾选一个协议书，然后协议书的话，里面呢就提到一点，就说在妙压相机里面生成的所有照片都能被这个 APP 给等于说是以任何的方式去使用，而且呢就是可以给他们免费使用，并且是使用在任何的场景。所以的话，很多用户就会觉得说，那这种的话其实是不合理嘛，等于说我给了我的图片给你去生成芭比的 AI 写真，但是生成完了这一次之后，其实我跟你之间的合作就结束了嘛，但是你为什么还能用我的图片继续去生成可能其他的我不知道的版本，然后用在其他的商业用途？所以的话，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霸王条款。但是呢，这个条例其实出来之后，因为随着消费者越来越投诉嘛，所以的话呢，这个 APP 也是后来就在公开的场合就进行了不同的一个道歉，就等于说发了一些公告啊之类的，就说哦，那我这种问题的话，就希望去得以解决。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协议修改成了，就是多了一个勾选项，就等于说你可以在下面再勾选一个叫生成后直接删除我的记录啊，所以嗯的话这种相当于保护了他。嗯嗯，明白明白。但是他那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国外的那个 AI 的那个产业里面是有这样的相同的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那个 AI 呢，它需要不断的一直的学习，一直的学习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它一定要有新的数据去训练它的那个模型嘛。然后呢，嗯嗯他拿了你的那个那个照片之后呢，他的那个 AI 呢会再用你的照片去重新学习一个新的模组那样的。所以说，只要你用了他的那个服务，你提供给他的那个所谓的数据，那如果他那个数据是允许了他那个 AI 的模型去学习继续去用的话，那嗯嗯就证明了其实他是有这个权利去继续做下去了。就好像呃之前那个国外的那个叫什么平台？那个 Wallet 嘛，Wallet 平台，它 Wallet 平台之前就说希望所有的其他的那个 AI 的模型，好像说 Microsoft 啊、OpenAI 啊，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AI 模型啊，去到网上去学习的时候，就拿数据的时候，如果去到 Wallet 的时候，那个平台去拿他们的数据的话，那 Wallet 呢就要求他们每个 AI 模型的平台去交钱去学习或者去看那个 Wallet 平台所有的数据。所以说，我觉得就按照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以后的话，可能就是有两种情况吧。一种呢就是 user generated content，就是 UGC 的话，就是如果大众在这个平台上去发文章、发照片，然后呢，你跟他那个平台签了那个合约，签了的合约的话，那他就有权利用你提供的所有数据去再次训练他那个平台背后的那个 AI 模型，继续做下去。但是同一时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呢，那你就没有权利去跟他要钱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social network，好像 Facebook 啊什么的，就我们大家嗯在上面去发布消息什么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再要求那个 Facebook 去给钱我们去发布消息。
所以说这个是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后的 AI 它会越来越厉害，只要你跟它告诉了，就比方说你好像你这样，你放5张照片给他，好像10张照片给他，那他那个平台他以后就学懂了怎么去制造一个好像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一样，对不对？嗯嗯但是以前的那些平台，你可能摆100张照片上去就是用你的名字摆100张照片上去，对那个平台来说也只是有了100张新的照片去给其他人去看得到而已，他没办法去用你那100张照片去重新去做100个好像你这样的美女，对不对？嗯在外面到处去用你那个美女的那个照片去做一些商业型的行为吧。对，但是他现在只要你提供10张照片，他就可以做得到了。所以说这个是对他们这种大平台的商业模式是个非常大的那个改变了。还有另外那种模式呢，就是它会要求每一次那个 AI 用到你的数据的话，它可能要给你付费，这个是一嗯种版权上的协议了。但是暂时来说用这种方法的话比较少，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们是应该更加多支持这种方法的，就是更加对，好保护大家的一种隐私，隐私也好，但是大家的利益也好，也可以得到保障嘛。就是说嗯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嘛，因为在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案例，就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是习惯了用某一种风格的画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嗯你的 AI 呢，只要看过我的画一遍，它就可以重新按照我的风格或者什么的重新去画更加多的画出来。但是呢，嗯它已经侵犯了我的一个权利了嘛，因为这是我的作品，我的那个创造性嘛。如果你嗯直接让 AI 去这样抹杀掉我的创造性的话，那以后的那个人类社会就会很少这种新的画家出来愿意去公布他的那个画了，因为他就很害怕你一公布出来，然后那个 AI 就会直接把它抄的，然后就直接变成一个无限数的继续去生成这样的类的这样类别的画了。所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那个我作为这个画家，我应该发布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些平台或者这些 AI 已经签了一个合同，就是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学习，但是呢，你每次用到我这种风格的话，或者有我这里元素的东西的话，你必须要向我付费作为一个版权这样。那大家的话这样合作的话，就各有各的生存空间嘛。的确是，嗯。但是呢，就除了这种商业行为或者这种隐私的这个顾虑之后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大的一个可能负面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以后呢，整个世界就越来越多这种 AI 的 APP 出现了，更加多的这种 AI 的导向性的这种social network 或者社交媒体这样的话呢，就我觉得呢就会更加严重的把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容貌焦虑去无限更加放大了。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看得到很多人去拍自拍或者在这种用什么抖音去直播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用他们 APP 里面的一种所谓的美颜效果，对不对？但是嗯嗯这种美颜效果其实它在现在的阶段来说是有自己的不同的那个 limitation 的。但是呢，如果你把这种美容再加上 AI 的那个算力的去做的话呢，我就真的很不敢想象以后的那个美容效果或者更加多类似的这些功能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了。你觉得怎么样呢？嗯。你身为一位女性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其实就算 AI 没出来之前呢，就是本身这种美颜或者是美图美拍的这种 APP，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蛮加剧我们女生的一个容貌焦虑的。因为你要知道，在美颜相机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觉得完美的自己，
就比如说她的脸更小了，或者是她的眼睛更大，鼻子更挺，然后可能脸上的皱纹啊、痘痘啊那些都全部没有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你自己想象当中美化后的完美的你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觉得是更漂亮的你，那可能你发给你的朋友，或是发到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你才会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跟好评或者是赞赏等等。其实说白了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虚荣心跟被夸赞的一种所谓的成就感嘛。那现在的话，你跟我说哦，不仅有美颜，现在还有 AI 美颜或者是 AI 写真，那它可能比本身的美颜或者是美图的效果，那它又更进了一步，就它的算法可能能把我的一些个人的特征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那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更加剧了我们女性的一个容貌焦虑。因为像平时我们用的一些美颜相机也好，或者是美图软件也好，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调侃说，哦，感觉它好像 P 的有点太过了，或是有点太假了，都感觉跟真人不太像了。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能还会把那个滤镜的那个比例会调小一点点，就比如说它默认是30%的，那我们可能会太假了，太假面人了，或者是太像，一看就是一眼假那种。然后我们还可能会把那个比例调为10%或者是8%这样子，就可能它还稍微的会更贴近你真实。那你现在比如说有了 AI 这种技术的一个结合的话，我就会觉得说，那未来就更恐怖了。它可能就是更无限接近你真人的同时，它能达到更完美的效果。那其实那就会让你会有一个错觉，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更完美的自己，从而你利用这些更完美的自己去获得更大的一个社交关系上面的一个认同感跟虚荣感。那我会觉得这种其实对女性心理来说其实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你对你自己外貌的一个焦虑，它同时可能还会让你的一个虚荣心会更加的膨胀，更加无限的一个胀大。嗯嗯。我觉得对你说的挺对的，就是在现阶段的那些APP 里面的功能啊，它还是以你个人的一个意向去做一种调整吧。但是如嗯果真的是以后的 AI 的结合的话，我觉得它是基于这种超级大数据的训练的话，它就根本不需要你个人的去挑选了，你一按下去，然后它基本上就可以给你一个。就是从大数据来说，认为怎么样才算美的一个效果出来，所以说到嗯时候真的很难去想象那个所谓的美或者大家追求的那个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嗯，对。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这么依赖这种美颜呢，或者在追求这个东西呢？这个美颜的效果呢？觉得首先，如果从女生的角度来说，最关键肯定是因为用了这些 APP 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嘛，这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嘛。那嗯如果究其背后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呢？那我觉得除了本身所谓的那种女生，就等于说女生本身就是爱美这种可能都大说到烂的一个理由之外，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展现去获得一个别人的一个认可跟肯定吧。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就有一个哲学家叫戈夫曼，他就有提到过，其实每个人去实现自己所谓的自我的这个价值，其实他都会有两个方面去实现。第一个方嗯面就是获得性的自我呈现，就等于说现在，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这种所谓的通过美图拍出来的照片也好，或是我们平时很喜欢去发一些，比如说去表现自己事业啊有多成功，或者是自己的生活有多幸福，或者是自己有多牛逼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就叫获得性自我呈现，就是希望能展现出自己很厉害、很有优势，或者就很吸引别人的一面，来寻求别人以及这一个社会对自己的认可跟肯定，这就是获得性自我呈现。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保护性的自我呈现，那这一个的话其实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避免去产生一些别人觉得不好或者是不认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去发布一些别人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认可的一种声音，其实我们就不太敢去说了。可能别人觉得是丑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大家觉得单眼皮，或者是大家觉得脸大，或者是大家觉得肥胖是丑的表现，那可能我们就尽量避免，我们不要去陷入了这些缺点。那一旦比如说我们本身是一个比如说稍微有点胖的女生或怎么样，那我们就会通过美颜相机去把自己去无限的 P 瘦，甚至是 P 到经脸，我们都会很愿意，因为我们就不希望别人是觉得我们是胖的。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保护性自我呈现。那所以的话，就不管是获得性还是保护性，其实它最根本的一个动机都是希望自己去获得别人的认可，从而去让自己获得更大的虚荣感跟成就感。那其实这个的话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心理动机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女生虽然很爱美，但我们其实也很懒。就比较我们如果每天起来，假如我们不用去上班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在家都要化一个很精致的妆的话，那其实很累啊，因为你基本上化一个很精致的妆，其实都要花30到40分钟，而且的话对皮肤其实也蛮受损的。如果你每天这样子坚持的去化妆的话，那美颜相机的诞生，其实它就从技术上面给了你一个很容易实现的一个通道，就等于说你只要加个滤镜，你只要开一个美颜的功能，你拍出来的照片就像化了妆一样，但你实际上其实根本就没有化，但是这样的一个很轻而易举的一个功能，就帮你能实现了你能画到不一样的妆容，并且是你能在非常短的时间，甚至是你根本都没有花费这样子的时间跟精力，你就已经能实现了。而且有些妆你可能根本你真人都不一定能画得出的，比如说像什么那种什么雀斑妆啊，现在很流行的雀斑妆，什么类似于那种什么古风妆，哇，这种的话像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能画得出来了，对吧？但那种美颜相机你一开那个滤镜，它就能自动帮你生成了一个很古装或者是很动漫 feel 的一个妆容，那其实也能满足你的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一个追求嘛。的确的，你刚刚说的这个方面呢，之前呢，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呢，很多人不是要在家里工作嘛，work from home 嘛，对对。所以说在很多的那个女士呢，对她们来说呢，就是用的那个很多，因为他们每天可能就会开那个视频会议嘛，然后他们就会通过视频会议里面呢去装一些那个所谓的美颜的 filter，就让他自己很轻松的就可以看起来很美美的这种感觉了。所以的确是我们已经是人类社会已经是经历过了这一个阶段，所以说大家都已经适应了，就是在家里然后用个手机或者用个美颜什么的就可以变成一个上班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去呈现自己。对。那你觉得他这种以后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这会有什么一些弊处吗？就对你女生来说。我觉得首先最直接就是你先不要说发展了，现在我觉得都已经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就第一个，首先就是你的自我认知是错误的，就很多人现在已经，就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些女生朋友，她们都已经会觉得美颜相机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他们，而真实可能你平时照镜子的并不是真实的他们，就已经有一种就是自欺欺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错位的一个错觉出现了，就是可能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就等于说我们每次只要拍照，就不管是我们自拍还是我们跟朋友的合照，就每次只要拍照我们都会开美颜相机，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说美颜相机的这个出现的这一个完美的字体才是真正的我。而平时如果我起来照镜子那些的话，可能只是因为我还没睡醒，或者是我还没有化妆，所以我才这么的不好看而已。所以的话，这个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出现了女生会对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自己会不适应，甚至是不认同这一个现象。那这一个现象呢，就会导致了很多的一个病态的出现，就是
大家会根本停不下来，就是一自拍就一定要开美颜，而且那个滤镜的参数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就已经从一个常态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病态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所以的话，其实还有部分的女性呢，甚至就很想从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当中去改变自己，比如说她们习惯了美颜当中的一个瓜子脸、大眼睛，还有就是高挺的鼻子、小小的樱桃嘴巴的一个自己，她们呢就觉得这种审美标准就是大众认为的一个美的一个标准，所以的话，这种就会让他们觉得说，哦，那我不仅要美颜相机当中要做到完美的自己，我在现实当中我也要做完美的自己，所以他们就会带着这个滤镜去整容啊，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叫所谓的美颜畸形症，就很多的整容医生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不是都会很流行整成那种明星脸嘛，对对比如说我整成范冰冰，整成 对，Angelababy，那嗯现在的话，很多人就会跟医生说，我不要整明星脸了，因为这种的话一看就是假的嘛，就到了会嗯会去笑你嘛，还会，那我现在要整成什么了？要整成美颜相机里面的我的这种脸。的确是，对，对，所以的话，很多人就会拿着自己的美颜相机或者是美颜相机拍出来的一个图片，就跟医生说，啊，我就要整成这样自己，因为这一个我觉得才是真实的我，现在的我才并不是真实的我，只是还不够完美而已。所以的话，就变成了这种畸形的一个，会出现很多那种什么的所谓的蛇精脸啊，或是越整越多，因为你知道整容这种东西其实是你只要踏出了第一步，你根本不会停的。就你整了鼻子，你又觉得你的嘴巴是跟你的鼻子是不匹配的，然后你整了嘴巴，你又会觉得你整张脸跟你的鼻子跟嘴巴是配不上的，就你等于说你越整就会越多，你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来了。其实整容，所以的话就会导致了非常多女性在这一方面不仅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还可能甚至让自己会有致命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而且就是之前不是也有很流行那种所谓的提臀术嘛，就等于说让你的翘臀啊什么的话，能让屁股更翘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也是嘛。就美颜的话，因为现在美颜不仅是美你的五官哦，它还能美体哦，比如说丰胸对啊、瘦腰啊、长腿呀、提臀啊、马甲线啊，就这些效果全部都有了。现在 APP 上面对对对，就不管美颜，对，就不仅美颜，还有美体，就很恐怖的，就好像把你整一个人能换一个重新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一样。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就对我们现在影响就很大，就是很真的从不管是从长相还是从身材还是从本身的虚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社交平台的满足，还是说你真的从本身整容整成一个真实的一个滤镜当中的，就方方面面其实都已经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对对对，我也有看过一些其他的报道，也有说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说你刚刚提过的，他们会想追求这种女性会追求这整体的改变嘛，她真的可能就是呃用了这个所谓的这种 filter 出来的这种呃最美的这种效果，然后就要求这样做。然后呢，就有一种新的手术叫 BBL，就你刚刚所说的那种提骨术，它就是把你那个屁股给提升上去了，它是从其他地方抽取脂肪，然后再把那个脂肪重新打到你的屁股上面，然后让它去整形那样的，的确是挺恐怖的，因为也有人是因为这种这种手术做的不好或者什么的，然后有很多的后遗症，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去到因为想追求性价比比较高嘛，去了一些就是不这么合法的地方去做，然后导致到连生命都丢了。所以说，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好的趋势了，的确是。然后呢，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就整容这方面的那个文化，在国外比较早流行嘛。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所谓的这种 social network 出现之后呢，就越来越多人有这种追求。然后呢，国外呢有些声音就是说希望什么呢？他们就希望看到
好像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现在最流行的这些网红啊，他们应嗯该更有社会担当，应该不要再去推广这一类的用这种美颜啊，或者用软件里面的一些 filter 啊去把自己的那种外观的美去太夸张的去呈现出给自己的粉丝看，让那些粉丝去就追逐这种趋势，就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大家都追求的一个流行，这个嗯嗯。会有一种正向的带动吧。但是这个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啦。嗯，的确啊，因为现在你网红也好，或者是明星也好，其实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嘛，就等于说追寻他们的人还是很多的。那如果你说从普通人这样一传一、一传一的话，其实它整体的效果会很慢。但如果你本身不管是明星也好，网红也好，他们发挥他们作为 KOL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其实他们说一句可能比一个普通人说100句更有效。而且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是，很多明星或者是网红也好，他们的粉丝群体其实普遍年龄都是比较小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很多那种所谓的新生代的偶像明星，他们的粉丝可能都还是那种十几岁，在上高中，可能甚至只是上大学这样子的一些年轻人为主。嗯那像现在很多的一些 KOL，比如说我关注的一些几百万、上千万的一些博主，他们其实嗯嗯他们对粉丝的一个粉丝的占比，其实更多还是会集中在18岁到2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我会觉得说，那这群人其实普遍的年龄就比较小嘛，可能还在读书或者是刚踏入社会。那我觉得那他们可能受到这种影响，对于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就会更弱了，因为他们还可能并没有还没能形成一个非常客观跟全面的一个世界观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更容易的受到现在社交媒体的一个冲击，或者是一些嗯嗯所谓现在一些综艺也好，或者是一些电视剧也好的一个所谓对美的标准，或是对于一些所谓女性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的一个标准影响，他们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会觉得有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单一化的一个对美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定义，就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哦，皮肤白，然后长得瘦，前凸后翘，然后呢，而且还要有钱的，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的女人。就他们可嗯嗯能对于很多东西的判断就已经是错误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作为明星或者是一些有话语权的网红 KOL，你都不出来做一个正面的引导，那可能这些关注你的一个 followers，他们就更没有机会去接受一个更正面的一个判断。那嗯等他们可能比如说长到了27、8岁或者是30岁及以上的一个年龄的时候，你要他们去纠正他们当时对这种美的定义，或者是对这种看待美的一个观念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难了，因为本身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嗯，的确是的确是。然后那个很多怎么说？其实的确好像你说的，有很多这种，因为现在在这个网红世界里面比较活跃的那帮网红，他们的粉丝群、粉丝群体大多数就是比较年轻的，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就没有这种思考能力去怎么去想这个问题，然后这些导致到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还在这个整体的发展阶段嘛，所以说很容易就嗯会被误导了，所以导致到会发生很多不同的悲剧吧，对不对？有比方说，就是我听说过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因为他们在网上看到的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对美的追求，导致到呢他还在发育的期间呢就已经开始进食了，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厌食症，对不对？嗯也直接影响到他的那个正常的生活，也不可以让，就连上学或者什么都会直接影响到，就可能就直接因为这个事情就可能把他的未来的前程就毁掉了，有可能。嗯嗯，对。那你会有在国内的话有类似的案例吗？
嗯，青少年的话有啊，就比如说在今年发生的，就深圳的一个医院，他可能呢就接受了一个救助的一个信息，就是那个小女生她只有15岁的一个小女生叫小林，然后她就是因为呢，就是受到这种社交媒体的影响嘛，就受到这种所谓的一个大众对美的一个定义的影响，她就觉得自己太胖了，然后就疯狂的减肥。然后呢就不吃东西，然后呢结果呢就患上了一个叫神经性厌食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就导致他本身因为10岁嘛就在发育阶段，就导致他整个身体的营养严重的缺乏，所以呢就他的很多的器官都已经达到了那种就是衰竭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结果呢就送进医院之后，然后就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然后就结果就还是没有办法去挽救这一条生命，然后就死亡了。所以嗯的话就这种的话其实是很畸形的那种，就是作为一个还没有接受过很客观、很理性的一个思想教育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代表，就甚至嗯是青少年的一个代表，他们就因为就很片面的对美进行了一个定义，觉得大众对于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而我因为不符合，所以我就是丑的一个代表，而我就一定要通过我自己的一个手段去让我自己变成了大众认为的这种美，就嗯而做出了非常多错误的行为。而且到后来呢，就是有一些记者也有采访到嘛，就是了解了背后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努力去让自己残害自己的身体，都要达到一个减肥、达到一个瘦的一个效果，就是因为他还在读书啊，就是嗯他对对，然后呢，他就暗恋了他们班上的一个男生，然后结果呢，那个男生就喜欢了他班上另外一个比他更瘦的女生，所以嗯他就会觉得说，哦，别人不喜欢我，或者是我没有人喜欢，一定是因为我不够瘦，一定是嗯因为我不够好看，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很错误的导向，然后就心里就不断暗示自己一定要减肥啊，一定要就是不管用一切的手段都要去让自己瘦下来，所以他就用了这种所谓的节食厌食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方法去让自己瘦下来，所以最后就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嗯，那你这个案例也是挺那个让人感到就就很没有心痛。无力，对，没有也让我感到无力吧。就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家长的话，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有什么方法吗？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小朋友的话，可能我就是我可能会从他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开始接触到对外的一些，就只要说白了吧，就只要他已经跟人产生关系，比如说他有了自己的小伙伴，或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同学，只要他开始有了那一步，我就肯定会已经告诉他，就是女生要爱自己这个观念。就我觉得你要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要灌输他这个观念，就是要爱自己，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去因为别人啊、对你的一个评价而去让自己去做一些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些行为，就从小就要培养他这种意识。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就小朋友到了十几岁，他其实会有一个叛逆期嘛，就他可能会对于自己的外在啊，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追求的东西，他都会有一个就很叛逆的一个过程。他可能那个时候就不会太听家长的话，就对自己可能所谓的一个认知，他都是基于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学的一个认知而去导致的。比如说朋友觉得怎样是美的，那我就嗯应该觉得怎样才是美。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阶段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去树立一个健康的观念，就是对于身材也好、美也好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标准，就不一定是追求苗条、追求瘦才是美，而是我会让他去知道，其实不同的一个身材它有不同的美，而美嗯也不应该是单一化的，它应该是多元化的，它嗯才是构成这个世界真正的美的一个标准。那第三的话就是，假如他可能年纪再大一点点了，到了就是成年或者是20岁出头，他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爱情的一个情愫初开的话，那可能我就会更加引导他去
树立这种爱情观当中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说，不要因为对方就可能异性的审美而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身体，就还有就是如何去平衡自己跟异性之间的关系，然后更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更让自己去散发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魅力，人格魅力才是真正的美，就可能会从这些方面去引导。明白明白。其实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很重点了，就最重点呢，我个人认为就是那个家长跟那个孩子呢，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就是从小到大也是一直的有这方面的交流嘛。然后呢，特别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来源于这个芭比电影的，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国外的情况来说呢。国外的那个芭比呢，它发生一个什么有一个趋势呢，就是说它在做一个 inclusive 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在嗯芭比呢，我们在最原本的那个芭比的那个身体的形态来说呢，看起来它就好像那种超级模特那种嘛。但是呢，在最近这10来年呢，就芭比它的本身呢，就出现有很多不同样的芭比，就有一些芭比可能就有一点微胖的然后那个有一些芭比的那个皮肤不是再是纯白色的，也有黑的，也有灰的或者什么的其他的颜色的。然后呢，它就是希望从这个芭比的本身的形象呢，去告诉这些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呢，要多去认识这个女性，她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想希望从这种芭比的这种 inclusive 的这种包容性的这种不同的公仔，去跟不同年龄的段的小女孩，让他们去接受不同的身材，然后女性可以在世界上从不同的职业得到尊重，不一定要去得到这种为了男人或者这种所谓的以前的这种旧观以前的那种观念去做这种为了得到男性的认可而活着的这种状态去做这种嗯世界观的这种改变吧。所以说在最近的这些10来年的时间呢，在外国来说呢，这女性或者女性孩子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去用芭比的这个世界，用芭比的那个公仔去重新学习或者利用这个芭比的公仔，让这个母亲跟小孩子在大家一起玩芭比的过程里面，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媒体，作为一种媒介来交流，去探讨这个嗯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她可以有不同的身材，她可以有不同的职业，她还可以做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去丰富的把这个世界观重新的让小孩子去认识到，我觉得这个改变是我比较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芭比的最近的这种风格上或者这种商业途径上的改变，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嗯，对对，的那确。当然了，就这芭比世界里面就不只是有芭比啦，还有我们很多人都有看过电影里面的出现的那个男主角叫 Ken，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嗯嗯世界上除了这个女性外呢，其实男性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男性这方面呢也会在互联网看到很多不同的展现出来，就什么样去定性男性是怎么样的，或者这种趋势吧，也会一样，我们男性也没有啊、跟就是没有逃过这个互联网的影响或者这种大环境的影响吧。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男性他也会有这方面的追求，就打个比方说，好像之前在中国国内就很多那个声音，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新一代的那个男的明星或者什么就比较那个娘娘腔。然后他太嗯女性化了，或者他表现出来就没有那种男性的那种干裂的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到不太舒服，所以说导致到那个之前中央不是也去把很多的那种有一些特定的明星或者什么的那些 show 就是那些不同的
电视剧啊或者那种真人秀啊什么的都禁了，就因为上面的演员或者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男性的那个风格就太凉了，导致到嗯嗯就他们觉得就对整个中国的大环境的那个文化啊各样的发展啊都不好，所以说禁掉了。所以说就这个我们人类对这种美的认知或者这种美的追求，可能会在以后有 AI 的环境里面会加速的去改变，也有可能会加速的变好，也有可能加速的变坏，也有可能是加速的把它扭曲掉了，而导致到直接影响到我们以后整个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就比方说有人会提到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特别在国内的年轻人呢，他们在相亲的这种环境里面都比较困难，就男的会有追求着这种所谓他们每天在抖音上看到的这种白富美，对不对？然后女的嗯，话，她可能就是在网上看到的那种高富帅，然后哦，然后呢，他们的这种追求不是说这种追求不好，对不对？也不是说有这种追求不现实，你的确可能会有机会找到你的那个白富美，也可能找到那个高富帅，但是毕竟那群人只是整个中国里面的5%都不到的人嘛，对不对？这是比较非常稀缺的一帮人。那么除了那些人以外，那普通人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因为的互联网的环境，然后通过互联网带带着他们的那个追求点都往那边去看的话，那普通人的那个相亲的时候就越来越困难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相亲很多时候是从这个网络世界开始嘛。然后在网络嗯世界上的话，很多男性就会觉得怎么说，就他会对很多女性展示出来的那一面，他就觉得是假的，就不敢相信，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美颜的相机，然后很多处理，大家都知道那些都是照片，对不对？所以说嗯大家就产生了这种在还没真正去跟对方了解或者认识对方的前提下，大家已经有一个矛盾点在了，就存着那种不信任的状态，大家是很难去真的是抛开一切包袱，然后拿个心出来，真心的大家去交流，而导致到我觉得有这样的影响的话，这个以后他们的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又好什么的，正在需要去做这种相亲行为的这些人又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啊，就让整个环境搞得好像大家都是在试探着对方，对不对？真的不是嗯用心的去交流，在这种状态的话，我不觉得真正的感情会这么容易就产生了，就就会有很多所谓的那种就是翻车的事故，对不对？就大家在网嗯上可以聊的挺开心的，然后各方面都觉得不错，但是呢，就是一出来见面的时候，可能男的跟他那个照片是完全不是那回事，然后女的那边就可能更离谱那样，然后导致到大家就闹得不愉快。所以说，我见觉得见光死嘛，这种现象在国内我们叫见光死。对对对对，就见光死嘛。所以说有这样的大环境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现在在中国或者也是不是不这个情况不只是中国了，在外国也是了，也会有这种见光死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样的大环境，然后再加以后的 AI 的话，这种相亲的市场的话，我真的觉得会越来越乱。然后对很多单身的人来说会越来越难去找到一个自己认可的对象吧，啊，然后嗯呢，那个男性那一方呢，我觉得其实更加难，因为在这个相亲的市场里面，男性其实是比较一个弱势的嘛，因为其实好看的女生或者女生只要化妆一点点，她就变得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呢，嗯男性的话，他可能真的
要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收入也要很高，然后怎么样的才可以保证到他有女性愿意去看他一眼。所以说这种男女的以后的这种在社会的不平衡或者这种大家因为这种相亲或者这种男女的这种关系产生的这种对立面的这种两性的啊分开隔膜，嗯，我觉得会越来越大。然后呢，对，就就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看的社会上呢，已经有很多问题，就包括我们社会对政治的看法，对科技的看法，对很多的东西的看法，其实整个社会都有两个非常极端化的出现。所以说，如果我们这种这么普通的这种男女关系，也会因为以后的这种 AI 的发展，导致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工具，让我们更加不相信对方，然后男性跟女性的这种信任下降，然后大家不能互相去合作，然后大家不能去很好的一起去生活，然后那个隔膜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距离的话，那男性跟女性这个距离越来越大，就可能会导致到整个社会去失去那个平衡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往坏的那方面去想的话，它有可能这个 AI 的科技再往下发展的话，可能会导致嗯。到我们社会有一种撕裂的一个现象会发生吧。再从这种男女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嗯，的确是，而且我现在我身边的很多，就很多我那种男闺蜜啊，其实他们也会有跟我说，说就是，就他们很多人都其实是有另一半的嘛，就比如说有女朋友，或是有了那个太太这样子的一个伴侣的，就他们也其实也会说到，就其实，在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是挺难受，因为他们作为男性，他们会跟我说，呃。就觉得好像比如说有了一个固定女朋友，或者是结了婚之后，他们会觉得另外一半好像没有吸引力了。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吸引力了？就因为每个人也不可能24小时都在家里化着妆嘛，就有病嘛，对吧？那肯定也会有卸妆的那一刻的嘛。然后他们就说，就觉得好像，因为他们就觉得外界的诱惑是很大的，就包括你，比如说你真实场景，包括你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遇到的一些新的女生，或者是你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的大家美颜效果出来的那些美女们，就他们嗯嗯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好漂亮，但是为什么好像我的另一半好像就不好看呢？或者嗯，是好像他好像越来越不好看呢？因为你看一个人看得多，可能你会有所谓的审美疲劳吧，但外界的冲击给你又越来越大嘛，不管是假还是真。当嗯，然，现在有了美颜，或者是以后有了 AI，可能这种现象会更加的严重，就可能真的是全民都是美女了，根本这世对对，界上没有人不纯的。但你的另一半，因为他是跟你真实的生活当中频繁接触的嘛，嗯就像我说的，他肯定会有卸妆的那一刻，肯定会有睡觉的那一刻，肯定会有正常真实样子，可能素脸朝天对着你的那一刻，可能有部分的男生就会觉得，那另一半就没有劲，或者是另一半好像就不好看了，然后可能当中他们有一少部分的人就可能会有出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那我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未来 AI 加剧了这种情况，那这种所谓的男女之间不信任形成隔膜，而导致可能其中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可能出轨这种现象，肯定就会越演越烈了。对对，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那反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认知的所谓的感情婚姻，那可能大家对这一种东西就会更不信任了。它就会导致未来的结婚率可能越来越低，生育率越来对，越低，那可有可能，能整个国家对就会进入到一个负增长的一个人口，就可能很小的一个事情，只是因为 AI 的一个发展，但可能背后的蝴蝶效应就会导致可能国家整体的竞争实力或者是整体的 GDP 会大幅度的下降，就可嗯能也会有这样的连锁反应。嗯，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啦。然后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大概是说到这里了，但是我就希望呢，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呢，可以重新去考量一下，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怎么去学习去审美呢？我们认定的美这个东西，它是一样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以后我们真的是要跟着这 AI 展示给我们看什么是美，然后我们就一定要跟着那个潮流去做吗？然后我们其实有多了解自己，或者从自己的自身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认为美的东西是什么样了？是一定是在外表上的东西吗？那除了外表以外，没有其他东西我们是可以去追求的吗？我希望呢，所有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会看到我们的平台的人呢，就多去考虑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停不了这个 AI 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AI 继续发展下去一些不好的苗头，但是我们人类自身应该还有这个能力去审判我们对我们自己社会或者对我们整个世界往后发展，什么样才是对这些东西好，或者对这些东西是一个美化的形态的东西，就不要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东西陷进了进去这种被 AI 或者被互联网带风向的这种美感，而导致到了跟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爱人产生矛盾，或者在自己生活上因为太过于追求这种 AI 产生出来的美感，而导致到我们做出一些不好的决定，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伤害到周边的人。那我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那个 K 小姐，你最后还有什么补充一下跟大家说吗？基本都没有啦。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挺多了，但是唯一作为女生的话，我觉得就可能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就是可能收听到这个节目的女性观众咯，就是我会觉得说，就虽然我自己也其实是我也会用美颜自拍啦，但是我其实有一个我一直以来都会有坚持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原则吧，就是我会在美颜拍的时候，我也争取的尽量不要让滤镜开超过10%，而且我也尽可能的不会去使用那些，就比如说去处理什么皱纹啊、青春痘啊，或者是脸部的一些小瑕疵的一些功能，然后拍完之后的一个所谓的修图，我也仅仅是只会加滤镜或者是微调。就我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说自己对自己很满意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还是会觉得说，虽然加大了滤镜或者是加大了一些效果，可能出来的自己会更加的完美，比如说皮肤会更加的光滑或者怎么样，但我还是会在生活当中，我呃还是会坚持的让自己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吧。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 AI 这个趋势肯定是不可挡的啦，但是 AI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可能带来就是更低成本或者是更高的效率，能让我们实现可能我们在镜头面前更完美的自己的同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往后退一步，就好像历史的发展当中往后退一步，就是可以更去接纳真实的自己，更发现自己真实上面一些不可能被 AI 取代的美。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们女性真正能实现所谓的独立女性或者是女性平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吧。明白明白。那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